土耳其，谢谢你。非常感谢，下午好。在川普总统的指示下，并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里克·克劳福德的支持和协调下，今天我们发布了一份于2020年9月编写的以解密的监督委员会多数派工作人员报告。今天我们发布的这些惊人内幕，应该引起每一位美国民众的关注。这无关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而是关乎我们民主共和国的诚信，以及美国选民对于他们所投的票能够被正确计算的信心。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详细说明了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是如何指示炮制一份他们明知是虚假的情报界评估报告，他们明知这份报告会宣扬一种捏造的说法，即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是为了帮助川普总统获胜，并将此作为事实推销给美国人民。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今天发布的这份报告详细说明了他们是如何实施这一计划的。他们利用劣质来源捏造调查结果，压制了反驳其虚假主张的证据和可靠情报，无视传统的情报界规范，并对美国人民隐瞒真相。他们的所作所为阴谋颠覆了美国人民在2016年11月选举中选举唐纳德·川普的意愿。他们与媒体界的同伙合作，宣传这一谎言，最终目的是破坏川普总统的合法性，并对他和他的政府发动一场长达数年的政变。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美国人民应该得到真相，他们应该得到问责，他们应该得到公正。我们上周五发布的 ODNI 记录，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周一发布的被称为克林顿附件的文件，司法部监察长办公室2018年报告的附录，以及我们今天发布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监督报告，都回归并证实了同一件事：奥巴马政府对情报进行了严重的政治化和操纵。目的是在川普甚至就职之前就否定他的合法性，最终篡夺美国人民的意愿。接下来，我将概述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报告的主要调查结果。该报告调查了奥巴马总统下令，并在2017年1月发布的情报部门评估报告中的各项声明。首先，普京在2016年大选中的主要目的是破坏人们对美国民主进程的信任，而不是偏袒某个特定候选人。事实上，该报告显示，普京在大选前没有泄露有关希拉里·克林顿的负面材料，而是计划在大选后发布，以削弱莫斯科方面认为不可避免的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总统后的地位。在奥巴马总统下令发布的2017年1月情报部门评估报告中，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和情报部门故意压制了相关情报。这些情报显示，普京将掌握的关于希拉里·克林顿最具破坏性的材料保留到他可能且极有可能获胜之后才使用。该报告详细介绍了俄罗斯和普京掌握的关于希拉里·克林顿的信息，其中包括可能的犯罪行为，例如与多个美国宗教组织举行的秘密会议。在这些会议中，国务院官员提出，为了换取对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的支持，国务院将大幅增加资金投入。他们还掌握了一些文件，显示国务院对支持希拉里·克林顿总统竞选的国务院雇员的赞助，还有一些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高层邮件，详细描述了希拉里的精神情感问题和无法控制的情绪问题，比如愤怒、攻击性和喜悦等等。里面还提到，当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据称每天都要服用大量的镇静剂。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和情报部门歪曲情报，依赖可疑的不合格的来源，捏造了一个虚假的叙述，声称普京对川普有明显的偏好。布伦南和情报部门误导了立法者，引用已被揭穿的斯蒂尔档案来评估俄罗斯的计划和意图，错误地暗示该档案具有情报价值。
尽管他知道该档案已被证明不可信，情报部门排除了重要的情报，并忽略或有选择地引用了可靠的情报。这些情报与情报部门评估报告中关于普京所谓支持川普的关键结论相矛盾，包括这些情报报告本应揭露情报部门评估报告的说法是不合理的。如果不是荒谬的话，情报部门评估报告省略了可靠来源的信息，例如一些俄罗斯情报官员如何计划支持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胜利，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川普和克林顿都不会尊重俄罗斯的利益。正如我们周五发布的情报总监办公室文件所反映的那样，在2016年11月大选之前的几个月里，发布的多项情报界评估报告都得出结论，俄罗斯既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影响美国大选的结果。2016年12月5日，联邦调查局和 ODNI 向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提供了大选后的首次机密简报，其中没有任何机构提到普京渴望川普当选。2016年12月8日起草的总统每日简报指出，没有任何俄罗斯或犯罪行为者影响选票统计。由于所谓的新指导，该文件在发布前几个小时被撤回。如果发布，它将向奥巴马总统和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进行简报。2016年12月9日，召开了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召集奥巴马总统的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时任奥巴马情报总监的克拉珀和苏珊·赖斯等人。在那次秘密会议之后，情报总监克拉珀的助理向情报界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主题为总统下达关于研究俄罗斯干预选举的任务，指示情报总监办公室领导人根据总统的要求创建一个新的评估报告。我们今天发布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监督报告显示，与例行情报界分析不同，情报界评估报告是总统奥巴马总统下令的高调产品。他指示高级情报界机构负责人，并创建了一个仅限于5名分析师的情报界评估报告，使用1名主要起草人。这并不是在生成情报界评估报告的正常流程中会发生的事情，而该报告本来应该反映整个情报界的观点。这项情报界评估报告的制作受到总统和高级政治任命人员的异常指示，特别是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的指示。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监督报告还显示，在同一天，12月9日，布伦南下令发表了所谓的不合格的关于俄罗斯活动的报告。这些报告之前一直没有发表，因为这些信息被认为不符合长期以来的发表标准。在奥巴马授意下进行的评估中，后来使用的一些信息，在一些资深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反对下，被认为是不明确的或来自未知来源。情报委员会的监督报告显示，中情局局长布伦南否决了质疑奥巴马下令的情报评估报告的资深中情局官员的意见，并声称我们没有直接信息表明普京想让川普当选。然而，奥巴马指示的评估报告于2017年1月6日发布，其中明确指出，我们评估普京和俄罗斯政府希望尽可能地帮助当选总统川普赢得选举，通过抹黑希拉里国务卿，并在公开场合将他与他进行不利的对比。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当时由约翰·布伦南和詹姆斯·科米领导，对这一判断表示高度信任，而国家安全局则表示中等信任。然而，正如我们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情报界评估报告 ICA 没有引用任何报告表明普京表示帮助川普获胜是一个目标。事实恰恰相反。至于斯蒂尔档案，我们现在知道，奥巴马政府在2017年1月创建这份情报评估报告时使用的一份原始文件，不是别的，正是已被揭穿未经证实的斯蒂尔档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公开声称该档案没有以任何方式纳入这份情报评估报告。
但与此相反，该档案在情报评估报告的正文中被引用，并在2页的评估报告附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详细说明。约翰·布伦南撒谎了，他否认在这份奥巴马总统下令的情报评估报告中使用过这份档案，因为他知道这份档案是不可信的，这是一份出于政治动机捏造的文件。他指示中情局高级官员无论如何都要使用它。一位中情局官员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工作人员调查此事时告诉他们，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拒绝删除它。当被问及该档案的许多缺陷时，他回答说：“是的，但它难道不是听起来很真实吗？”甚至在2020年发布的由2党组成的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也批评了联邦调查局处理斯蒂尔档案的方式，指出其完全未经证实的性质，以及在使用过程中有目的地绕过情报部门的程序。现在对奥巴马总统、希拉里·克林顿、约翰·布伦南、詹姆斯·克拉珀、詹姆斯·科米以及包括他们在媒体上的喉舌在内的其他人，明知故犯地重复着2017年1月情报界评估中捏造的叙述，并以高度自信的态度将其当作事实。约翰·布伦南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在2016年12月给他的机构工作人员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我们对俄罗斯干预我们总统选举的范围、性质和意图达成了强烈的共识。” NBC 新闻报道证实，布伦南与詹姆斯·克拉珀和詹姆斯·科米一致认为，中央情报局的评估是俄罗斯干预是为了帮助川普赢得总统职位。作为奥巴马的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受奥巴马总统的委托，负责监督2017年1月27日的这份情报评估报告的制作。他对评估结果表示有信心。在2018年接受《哈佛公报》采访时，他谈到他如何向川普提供了与奥巴马总统收到的相同的机密评估报告，其中包括据称是高度确信的判断，以普京直接下令进行黑客攻击和选举干预。克拉珀接着补充说：“我认为他们及俄罗斯人实际上影响了结果。”以上是众议院多数党工作人员报告中的一些细节摘要。该报告调查了奥巴马指示的2017年1月情报界评估报告，这使我们得出了与周五发布的文件中宣布的相同的结论。这件事影响深远，关系到我们民主共和国的完整性，关系到一位即将离任的总统采取行动，制造情报以破坏和篡夺美国人民在那次选举中的意愿，并对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发动一场长达数年的政变。谢谢。谢谢图尔西。我们想趁着情报总监有时间就这个话题提问，他之后会离开，之后我很乐意回答其他问题。但如果有人想问加巴德总监问题，欢迎提问。我们照旧从新媒体席位开始。艾米丽，请开始。谢谢加巴德总监，这个问题是问您的。您是否认为这些新信息表明前总统奥巴马存在犯罪行为？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把所有文件移交给司法部和联调局，以调查其中可能的犯罪，包括前总统奥巴马吗？我们发现并公布的证据直接指向奥巴马总统主导了这份情报评估报告的捏造过程。多项证据和情报都证实了这一事实。埃德，请讲。加巴德总监，谢谢您。我只有2个问题。首先，您推断前总统参与领导了一场政变，根据您现在掌握的情况，您认为奥巴马总统犯了叛国罪吗？我将刑事指控的事留给司法部处理，我不是律师。但正如我之前所说，当你看到制造一份虚假情报文件的意图，而这份文件直接与情报部门的多次评估相矛盾时，其明确的意图以及之后发生的事情只能被描述为一场长达数年的政变，以及一场针对美国人民我们的共和国以及试图破坏川普总统政府的叛国阴谋。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花了数年时间调查此事。目前的国务卿卢比奥当时也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两党一致认为顿存在政治干预。司法部也对此事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调查，同样得出了没有政治干预的结论。请从宏观层面解释一下，您现在掌握了什么可以反驳这两个结论？好的，作为国家情报总监，我的职责正如我所说，从我上任开始，就是确保我们向美国人民说实话，并确保情报部门不被政治化。所以我不是要求你相信我的话，我要求你和媒体进行诚实的新闻报道，美国人民自己去看看。我们现在已经公布的近200页的文件，这些文件在多个地方、多个例子中，包括一些高级情报专业人士发表的评论，其中一些人今天仍然在这些机构工作，都证实了我们的结论，即奥巴马总统指示创建一个情报部门评估报告，以进一步推动这个虚构的错误叙述。而这最终导致了一场长达数年的政变，试图破坏川普总统的总统职位。所以您认为之前的2次调查都忽略了这一点，或者说掩盖了这一点？我只是让你们去看看证据，看看证据，你们就会知道真相。约翰，谢谢卡罗琳，谢谢加巴德总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们是上周五解密的这些文件，对吗？是的，上周五发布了第一批。这并非川普总统第一次担任美国总统，他从2017年到2021年担任总统，在川普总统领导下，前任国家情报总监难道不能够解密这些文件吗？为什么当时的国家情报总监没有这样做呢？我无法评论当时发生了什么。在第一届川普总统政府期间，有多位国家情报总监，川普总统面临着来自政府内部试图破坏他总统职位的人的诸多挑战。这一点已被清楚地详细说明。我能说的是，这是我们在川普政府中开始调查的首批事件之一，并在调查结束后公布了结果。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天世界各地的情报机构都表示，俄罗斯曾试图影响美国、法国、德国和英国的选举。你是否不同意这种说法？你是否认为俄罗斯在试图影响选举方面是一个不良行为者？我再强调一下情报部门已经解密并公布的情报。情报显示，俄罗斯的动机是试图在美国大选中制造不和谐和混乱。这与奥巴马政府捏造的情报文件所声称的俄罗斯偏袒唐纳德·川普，试图帮助唐纳德·川普当选有着明显的区别。再次回到最重要的一点，他们的意图是破坏川普总统当选的合法性，从而颠覆美国人民选择他入主白宫的意愿。瑞根。加巴德总监，我是每日来电的瑞根里斯。您刚才提到，文件显示奥巴马政府没有发布2016年12月的总统每日简报。该简报表明俄罗斯没有窃取选举，当时川普正在接收这些简报，因为他是后任总统。您是否认为该信息被排除在简报之外，是为了当时的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不会看到他？我没有任何文件说明给出新指导方针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而这个新方针是撤回那份文件的理由。顺便说一句，那份文件在我们上周五发布之前从未被公开过。人们可能会认为他们不想让川普总统看到一份来自情报部门的文件，因为这份文件会反驳由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通过斯蒂尔档案编造的通俄骗局。还有一个问题，可能问您或者卡罗琳，川普总统昨天说奥巴马犯了叛国罪，您或者白宫是否认为最高法院的豁免权裁决可以保护奥巴马免于起诉？
关于总统对此事的看法，我可以谈一谈。昨天在椭圆形办公室，他已经对各位讲过了。今天早上我也和他谈了这件事，他希望看到所有对我们国家犯下欺诈行为、背叛我们国家和宪法的人，都受到彻底的调查并被追究责任。这件事已经持续了10年。我还要补充一点，根据情报总监所说的和解密的所有内容，在座的各位都应该仔细阅读这份报告，并审查情报。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许多参与制造这场骗局的人，比如克拉珀、安迪·麦凯布、詹姆斯·科米以及其他许多人，都被在座的各大媒体聘用，继续在电视上散布谎言。虽然明知那是谎言，如果大家还记得，回想一下2016年以及之后的几年，整个川普总统任期都卷入了这场由民主党制造的丑闻。当时这个城市里主要的民主党官员，特别是亚当·西夫、希拉里·克林顿、伊丽莎白·沃伦，他们在电视上告诉美国人民，唐纳德·川普是俄罗斯的代理人，这是一个谎言。他们一直都知道。希拉里·克林顿本人甚至说，川普总统会成为普京的傀儡。当时的参议员蒂姆·凯恩称，川普总统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辩护律师。亚当·西夫说，立法者最糟糕的行为之一，就是告诉美国人民，我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只是这是机密，我不能告诉你。他就是这么说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情况远不止如此，我不能透露细节。但现在不仅仅是间接证据了，在座的各位，这个国家的记者们，没有足够的人去追问亚当·西夫，你在说什么？你有什么证据？大家都跟着谎言跑，导致了弹劾，导致了我们国家的分裂。不幸的是，很多美国人因为听了在座各位的报道，相信了这些谎言。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和丑闻。总统希望追究责任。菲尔，好的，谢谢。给加巴德总监的问题。前总统奥巴马的一位发言人本周早些时候发表声明，他说上周发布的文件丝毫没有削弱被广泛接受的结论，即俄罗斯试图影响2016年大选，但没有成功操纵任何选票。您如何回应像前总统奥巴马这样的批评者，以及国会山上其他一些人？他们说，本届政府在这里混淆视听，混淆了实际入侵投票机的指控和一般的干预指控。我认为前总统奥巴马的办公室和其他批评发布这些文件所带来的透明度的人，都是对美国人民的一种伤害。他们试图转移人们对其在这一历史性的丑闻，以及对美国人民和我们的民主共和国的负面行为中所应承担的责任的注意力，这对美国人民是不利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我们发布的所有文件中清楚地找到。文件再次表明，俄罗斯采取了行动，试图在选举中制造不和谐，但没有表现出对任何单一候选人的偏好。你们一直以来都反对政府的武器化，那么对于批评人士认为将奥巴马政府官员，甚至可能包括前总统本人牵扯进来，这只是又一次的武器化行为，而且可能会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您对此有何回应？我认为这是对美国人民非常不尊重的攻击。美国人民理应知晓真相，理应信任我们民主共和国的完整性。而奥巴马总统通过指示制造这份虚假的捏造的情报文件，破坏了这种完整性。他明知这份文件充满了谎言，明知这份文件将会并且可能被用于之后的所有行动。而且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们需要追究这种武器化的责任。菲尔，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武器化，没有人比川普总统更受政府武器化的迫害，不仅仅是因为这起政治丑闻，你们都记得他的家被突袭搜查了。所以我认为，当人们说他们怎么敢根据证据和情报谈论前总统奥巴马时，这是非常虚伪的。当美国前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家被突袭搜查，当他因为他从未犯过的罪行而被迫坐在曼哈顿的法庭和全国各地的许多其他法庭上时，当他被弹劾和起诉时，整个国家都目睹了这一切。这就是司法武器化。现在总统回来了，因为美国人民看到了真相，近8000万美国人再次选举他回到这个职位。他认为我们需要正义和问责。我认为近8000万再次选举他的美国人也同意这一点。凯特兰。
谢谢你，卡罗琳。我想问加巴德总监2个问题。加巴德总监，你提到了过去关于此事的各种情报报告和评估，包括2017年的那份，正如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每位共和党人所签署的那样，包括当时的代理主席、现任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川普与俄罗斯勾结的证据，但他们确实发现了一些非常令人不安的事情。他们发现了无可辩驳的俄罗斯干预的证据。第一，你是否认为他当时的声明是错误的？第二，有人认为你现在公布这些文件只是为了提高你在总统心目中的地位，因为之前总统说过你的情报评估是错误的，你对此有何看法？首先，我想纠正你刚才说的一点，你引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时，把它和情报部门的报告混为一谈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职能非常不同。已经解密和公布的证据和情报是无可辩驳的。关于卢比奥国务卿，我让卡罗琳来说。关于这2个问题，我分别说一下。首先是关于卢比奥国务卿，他在2020年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发表了一份声明。他说，他们发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情，我们发现了无可辩驳的俄罗斯干预的证据。国家情报总监刚刚向大家证实，俄罗斯试图散布不信任和混乱。但这件事的争议点在于，卢比奥部长当时没有说，而民主党当时却在说，情报部门正在编造这样一种说法，即总统与俄罗斯人勾结，总统的儿子正在与俄罗斯人举行秘密会议，所有这些谎言从来都不是真的。他还当时表示，我们发现联邦调查局在科米领导下采取了令人深感不安的行动，特别是他们接受并愿意依赖斯蒂尔档案，而没有核实其方法或来源。这个房间里的许多媒体都把斯蒂尔档案当作福音真理来报道，但它是克林顿竞选团队捏造并出资的。至于你的第2个问题，凯特兰，我认为是谁说他会发布这个来提高他在总统面前的地位？是谁说的？总统在公开场合贬低情报总监，尤其是在伊朗问题上，总统说他错了，还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是在空军1号上，在镜头前说的。唯一暗示国家情报总监会为了提升他在总统面前的地位而发布证据的人，就是在座各位。你们一直试图在总统内阁中散布不信任和混乱，但这是不起作用的。我会直接回答你的问题。我每天都和美国总统在一起，他对加巴德总监有充分的信心，一直如此，将来也是。他对整个内阁也是如此，他们都在同心协力地兑现总统做出的承诺。还有人要问加巴德总监问题吗？如果没有，我们再回答其他几个问题。克里斯蒂安，请。好的，谢谢你。加巴德总监关于之前被问到的问题，我有2个后续问题。你提到了总统第1个任期内的前几任国家情报总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其中一位约翰·拉特克利夫现在向你汇报工作，所以你有没有和他谈过为什么这些信息在第1个任期内没有被解密？他当时在那个位置上的时间很短，当时开始的工作，我们已经接手并彻底完成了，我们正在继续调查此事。现在有更多的举报人站出来，因为他们看到了真相大白的机会。正如卡罗琳所说，真正的问责制将会到来。问责制是至关重要的部分，我们可以展示真相，揭示真相。为了能够开始恢复对我们民主制度的信任，必须落实问责。另外，我很快的问一下，我知道您说会把起诉的事情交给司法部处理，但串谋罪的诉讼时效是5年，所以除了叛国罪，他们还有可能追究什么罪名？我认为这个问题问司法部长邦迪更合适。我们正在提供所有的证据，包括已编辑和未编辑的版本，并将其移交给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最后一个问题，查理，请讲。关于希拉里·克林顿要求会面的情报有多可信？报告说，情报来源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你看到过相关情报吗？或者你是否认为俄罗斯夸大了他们所掌握的情报？我所看到的只是情报委员会通过调查报告的内容。我认为关键在于，我们从情报部门了解到俄罗斯方面声称他们掌握的信息。重点是，如果他们向奥巴马总统
詹姆斯·克拉珀和约翰·布伦南等人所说的那样，试图通过支持唐纳德·川普当选来影响选举。他们本应在大选前公布他们掌握的最具破坏性的信息，其中一些我已经详细说明，其余的你们可以在报告中找到，以帮助唐纳德·川普获胜。他们特意隐瞒了他们掌握的关于希拉里·克林顿的最具破坏性的信息，因为他们认为他会赢得选举。他们计划在他就职典礼前夕公布这些信息，再次在美国制造不和谐和混乱。如果可以的话，关于爱泼斯坦，您是否可以排除他与任何情报部门有关联的可能性，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或信息表明情况如此。如果之后有任何信息改变我的看法，我也会明确地支持总统的声明，那就是如果出现任何可信的证据，他希望美国人民看到。好的，加巴德总监，感谢您今天抽出时间，我知道您工作繁忙，谢谢。您可以先行离开，非常感谢。